苏王明察，当日救下玄猫的人分明是我，不知姐姐是用了什么迷惑之法，才将那玄猫变错了人。苏王可查看姐姐的袖口是否有异物。温景安，是你救的玄猫？我近日都待在家中，不曾离开过。苏王殿下，等等，是你救的玄猫？是在何时何地，因何会偶遇？又是如何救的？玄猫是祥瑞，不会认错人。本王确认温锦玉便是玄猫的救命恩人，本王会娶她为正妃。你什么时候救的玄猫？前些日子你不是犯了错被关了禁闭吗？女儿关得烦闷了，就偷跑出去了一趟，本想去买些爱吃的点心，救下玄猫也是凑巧。岳丈大人，岳丈大人莫要责怪，这兴许就是锦玉和玄猫的缘分。见过素王殿下，只是小女毕竟是庶出，怕是……无妨，他与玄猫有缘，又是救命恩人，本王不在乎出身。是。殿下，小女就先告辞。本王知道你秘密，这次你倒是识时务，没在当众使手段冒领救命之恩。你放心，看在前世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安守本分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姐姐，殿下与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锦玉呢？她怎么没来用饭？哦，锦玉刚才说没胃口，我这就派人去把她喊来。这温锦玉当真是扯上了素王的旗子，也不知他怎么就那么好命，禁着足溜出去，还能碰巧救了素王的猫。哎，若是救了猫的人是你，娘，温锦玉来了。王爷怎么来了？可是来看我的？自然是来看你的。还有不久你就要嫁入王府，该多和岳父亲近才是。王爷说的是我们疏忽了，快给锦玉添副碗筷。锦玉是知道王爷来了，免不了梳妆打扮多费了些功夫，方才也让人去请了一次了。正是，王爷瞧锦玉今日可好看？好看，这身衣裳很衬你。大小姐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可是因为你的庶妹嫁了本王，你心有不甘？没有，恭喜妹妹，锦玉能嫁给王爷是三生有幸，锦安羡慕还来不及，岂会不甘？王爷说笑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大小姐也嫁给本王如何？王爷莫要说笑了，锦玉能有幸嫁给您，已经是府上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锦安如此，他二人能共同嫁入王府，岂不更好？本王已当众宣布娶锦玉为正妃，如此，只能委屈锦安做妾了。下个月初7，你们姐妹二人一同过府，也好有个伴儿。锦安是嫡女，怎么能做？你觉得如何？我自然是愿意的，王爷做主就是。锦安，你……爹，我不嫁。姐姐还装什么？分明是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勾引了素王，让他家宴上提出纳你进府。温锦玉，这是跟长姐说话的态度吗？父亲怎么生这么大气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我嫁入高门不也是你的脸面吗？苏王要迎娶女儿为正妃，想来聘礼不会少，嫁妆还要劳烦父亲母亲多操心了。那玄猫当真是救的？怎么，姐姐还要怀疑苏王殿下的决定？还是姐姐想说那玄猫是你救的不成？是不是我救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玄猫被救的那天，你人在姨娘的院子里吃酒，吃多了睡了过去。姐姐别开玩笑了，父亲，女儿还得回去试嫁衣呢，先告退了。娘的安儿啊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不如我立刻给安儿寻个亲事，就说是早就定下的。不，谢烈不会接受的，他是位高权重的素王，和谁定亲能压过他去？爹，听说嘉宁公主不愿和亲，慈宁宫内卫正想办法找人替她。你是想……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不嫁入王府。
温景安，你也有今天。前世锦玉便是像你这般出嫁的吧？不，她比你苦得多，她连明路都过不得，只一顶小轿就过了王府，忍耐多年，才能堂堂正正做我的王妃。和她比，你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放心，只要你日后还像从前一样为本王助力，不要和锦玉争，这一世本王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看你也用不着改什么嫁衣，随便穿一身就是。不知好歹！大小姐，凤钗呢？这次是哀家欠了温家的，你放心，和亲这一路都会有人暗中保护你，好孩子。你可还有什么请求？景安别无所求，只是此去怕是再难归家，担心家中父母。是个好孩子，哀家答应你了。这凤冠当真沉。景安呢？他准备的如何？锦安受了些风寒，正睡着。王爷放心，自然是准备妥妥了的。那上头的珍珠怎么如此暗淡？不是说了让你们寻南海最好的来？王爷，南海来的珍珠当真是难寻，如今只有这些了，再去寻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哼，算了，将就。这很贵重吧？南海来的珍珠自是极好的，娘娘说了，你喜欢就行。王爷，是嘉宁公主的和亲队伍。让！慢着！苏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车架里坐的可是嘉宁公主，请嘉宁公主和本王说句话。苏王，这不合规矩。请嘉宁公主和本王说句话。王爷，不好了！温家的人说，温大小姐的花轿被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方才温家的下人跑来禀报，说温大小姐的花轿刚过杨柳巷就被一伙人劫了，下人们死的随，伤的伤，温大小姐也不见了。今日是本王得罪了，预祝嘉宁公主一路平安。公主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启程吧。温景安呢？回王爷，大小姐她被那伙贼人劫走了。你确定？你亲眼看着大小姐被劫走了？王爷，大小姐真是被那贼人劫持的呀！小人亲眼所见。那伙贼人来势汹汹，像是有组织有纪律，他们身上腰间还都系着一条藤条，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啊！见过苏王殿下，那伙贼人的路数和装扮，应是绿林无疑。绿林。还不快去查案！丢的人是温家大小姐，是本王的妾室，尽快把人找到！这不是苏王殿下吗？大婚当天撇上新娘子跑了。听说大小姐被劫了，他比谁都急。温家呢？
回小姐，大小姐她被贼寇劫走了。王爷呢？还没来。这个贱人，他到底是对苏王用了什么迷魂汤？今日是我和谢灵的大喜之日，依我看，他哪里是被劫持了？怕不是故弄玄虚，想引起王爷注意。没用的东西，还不快让人去杨柳巷找王爷，提醒他不要错过吉时。都是死人吗？还不快重新给我梳头！公主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这北元国是远了些，但听闻那里的冬日美得像画一般。你说的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肃王殿下有令，严查所有出城人士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一有异样全部扣押。夫人呢？老爷呢？他们竟敢如此苛待我的玉儿！我的玉儿嫁的可是肃王殿下，你们是要连肃王的脸面一起打吗？姨娘，快住嘴！大小姐如今生死未卜，老爷和夫人忧虑万分，已经差人去同肃王说明了。肃王殿下不会怪罪的，还请二小姐自己出门去吧。娘，我没事，我自己去吧。红领家老爷说，若有什么消息，记得来通知本。王爷，畜生，看什么看？再派人去找。本王养你们是吃干饭吗？连个人都找不到。他们劫持了温景安，必然是想和本王做交易。你们都给本王盯紧了，还不快滚去找人！玄猫呢？还没回来吗？刚才回来了，一转身就又出去了，许是去哪儿玩了。今日你也累了，早些休息。岳丈大人，温景安到底在何处？回王爷，小女被贼寇劫持，至今还未寻回，恳请王爷想办法救回小女。温家上下感激不尽。温七年，你还敢同本王装？那贼寇分明就是你温家请来做戏的，不然怎么那贼寇不劫迎亲队伍，偏去劫一顶小轿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今日你若不把温景安交出来，本王就带你去大理寺的监牢里审上一审。老夫说的就是实话，殿下要审便审，拿下！老爷，夫人，孔嬷嬷来了。温夫人，听闻您娘家有一刺绣针法活灵活现，太后娘娘特让我来请您进宫讨教。劳嬷嬷稍等，我去换身衣服，便随您进宫。肃王殿下怎么在此？太后娘娘也许久未见您了，前2日还念叨着不如随我一同进宫。本王还有公务在身，改日再进宫向太后请安。走。乖，下来，瞧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。畜生！王妃没伤着。王爷，听说你今日去喂玄猫了？是啊，王爷，那玄猫乖巧可爱，妾身喜欢的紧。可本王的暗卫方才来报，说你将玄猫扔了出去，摔得险些吐了血。王爷，是妾身的错，但妾身也是不小心被那猫儿咬了一口，吓到了。妾身不是故意的。玄猫从不伤人，更别提你还救过它。温锦玉，玄猫当真是你救的？自然是我救的。那你说说，是何时何地，用了什么法子救得？是。来人，查，给本王查个清楚。回王爷，玄猫那日的确是受伤躺在了王妃的院子外面，但属下又去查了那日温家人的行踪，
那日王妃没在自己的院子，而是在温家姨娘的院子里吃酒，醉了一夜。温家姨娘还派人给她熬了醒酒汤，其余人都在自己的院子，唯有温大小姐夜里吃的有些多了，在府里散步消食。属下问了下人，那日的确有人见到温大小姐散完步抱了个包袱回去，不知里面是什么。温景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等我把景安找回来，再与你算账。王爷，妾身知错了。去查嘉宁公主人在何处。王爷，嘉宁公主在出嫁那日就和亲去了北元国，这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本王说的是真正的嘉宁公主。是，属下即刻去查。王妃，这猫儿好生亲人，不如养起来。倒是有些像我在家乡碰见的那只。那猫儿受了伤，原来是肃王殿下的玄猫，怪不得，瞧着这般脸熟。你骗本王！我何时骗过肃王殿下？等我回去。肃王殿下来此，可有请来李使报，可递拜体？若没有，还是快快离去的好，免得引起猜忌。温景安，本王知道了真相，但不会容许一错再错。你今日就同我回去。肃王殿下，这是要带本王的王妃去哪里？若是肃王愿意拿20万兵来换，倒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当然，肃王也可以选择强抢，只要你能活着从北元国离开。温景安，你当真不和我走？王爷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拿兵符来换，换了，我不走也得走。你好狠的心，温景安，下一世我绝不会再错过你。谢令，没有下一世了。他眼里满是权炫，何时有过你？待来日，我在沙场上将他斩于马下，送与你做前10年的生辰礼。好，我等着。他看你的眼神，像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器物，而非妻子。他向来如此，我已习惯了。先进屋。北元与南朝边境摩擦加剧，朝中助战派蠢蠢欲动。谢烈此时潜入北元，极有可能是为刺探军情，而非单纯只为寻你。我想参与王府的军情分析。你的身体还没养好。我可以。温景安，你前世在肃王府经手的都是南朝机要，那些记忆还在，我知道。可你现在是朔王妃，不是肃王府的幕僚，你每碰一次那些往事，就像往旧伤口上撒盐。我不怕疼。我怕。朔王殿下，前世我已经死过一次，这条命是我自己的，我比谁都清楚怎么用。每日只看1个时辰，超过1个时辰，我就让人把铺盖搬到书房来睡。好。这群草寇背后还有人，这里是南朝镇北军的驻地。前世我被刺时，援兵离我3里，没来。全府戒严，搜刺客踪迹，挖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。他为何如此执着？你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不是爱，
是不甘。他不能接受自己错了2世，更不能接受我成了别人的助理。这猫是他择妻的信物，现在他把信物送到你面前，是在宣战。这是谢灵的苦肉计，猫是他放的，伤是他弄的，为的是在你身边安插眼线。他不是眼线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快死了，这伤不是伪装，是利器划开的，伤口边缘翻卷，至少2天了。如果他舍得让望猫伤成这样，那他就不是谢灵。正因为是谢灵，才舍得。猫在他眼里是强锐，是信物，是工具。工具用旧了，就该换新的。你凭什么认为他不会伤这只猫？他不会。前世他视玄猫如命，择妻一事上让猫认人，猫认了谁，他就娶谁。他绝不会让猫伤成这样。这猫，你不能留。谢灵拿它当信物，当眼线，当试探你的棋子。你今天心软留下它，明天他会把你的一举一动传到南朝。它只是一只猫。他姓谢，把它交给我，我让人送他出府，送到城外。他能活就活，活不了，活不了怎样？活不了就让他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温景安，你救他，谢灵就赢了。他赢什么？他赢了你心软的一刻。前世没人对我心软过，这只猫是唯一一个。在肃王府，我替他挡过剑，他在我怀里躲了1夜，第2天被抱走。谢灵只说军情紧急。一股苦味混着这血味，这是南朝特有的金疮药。南朝镇北军的配方，这药只有南朝军营采用，北原没有。伤他的人来自南朝，不是谢丽，可以留下，但每日必须有人盯着。温景安，你害我至此，我必让你血债血偿。全府封锁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叫仵作。殿下，这是南朝压针，针尖淬了慢性毒，中针者不会立刻死，毒慢慢渗入血脉，7日后会发作，死状如中风。哪里产的？此针只有南朝秘坊能打制，北原境内从未出现。这个手法，你见过吗？我见过，前世温景玉拿来对付肃王后院的女人，一共用了3次，死了3个侍妾。谢令不是不知道，他只是不在乎。他为何恨你至此？因为我活着，就是他谎言的证据。殿下，抓到一个潜入院墙的细总。谁派你来的？属下在他衣领里搜到这个。温景玉给你的。他已被谢怜打入冷渊，还能调动死士跨境刺杀。看来他手上的人比谢怜知道的还多。此人供认了，他受肃王妃指使，携毒针和画像潜入北原，目标是取您性命，拖下去处死。慢着，留他一条命。你疯了！让刺客回去报信？不是报信，是传话。他派人跨境杀我，一次不成，还会有第2次。这次是压针，下次是什么？所以你就拿自己当饵，危险。你的安危才是最大的事。复仇可以等，我等不了。前世我等了2年，等到的是他夺走我的一切。我死后，他仍活在肃王府，锦衣玉食。让他来，让他亲自来北原杀我。他不来，我就等着他派下一批死士。我睡不安稳，你也睡不安稳。
你知不知道前世你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逼死的？知道。所以这次我不躲了。将计就计的胜算几成？5成。剩下的5成呢？剩下5成，赌他恨我入骨。把人带过来。带给温景瑜。什么内容？废话少问。告诉他，我在这儿等着。那你呢？那封信上有一句话。他来了。让他入关。你确定？他不来，绿林草寇的线就断了。放他入关，派重兵监视，押送朔王府下驿站，严加看管。他带了多少人？37人，其中12个是绿林草寇。驿站外已布下3层暗哨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他不是苍蝇，他是毒蛇。姐姐好手段，从前世到今生，总能攀上高枝。苏王你不屑一顾，转头就成了朔王妃，妹妹真是自愧不如。你错了，我不是攀高枝，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。这是谢灵的亲笔信，他愿以边境3座城池换姐姐回南朝。我奉肃王之命前来接姐姐回家。谢灵若真要换，不会让你来。他恨你欺骗他了事，巴不得你死在我手上。你胡说！我救过他的命，我替他挡过剑，他凭什么恨我？你替他挡剑？那只猫是我从火场里抱出来的，你连它的毛都没碰过。你以为我傻到单枪匹命来送死？驿站外已埋了火药，你们都得死。送！找到了，火药埋在地窖，引线已被点燃。姐姐，你前世欠我一条命，今天我让你还。走。引线还有多久？不到半盏茶。你前世说我欠你一条命，今生我把这条命还给你。但你要回答我，谢灵派你来，究竟是为了杀我，还是为了试探我？苏王殿下千里迢迢来我北园，先是送猫，再是送妾，如今亲自送上门，是嫌我北园的牢房不够满。本王来清理门户，与你无关。谢灵，你凭什么说我是清理门户？你勾结绿林草寇，私造火药，劫杀南朝官役，你以为本王不知道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不是想夺回温景安吗？我帮你把他保回去，你就能证明是你赢了朔王。温景玉冒领救猫之功，欺骗本王2世，他从未救过那只玄猫。6年前火场那夜，他醉酒在姨娘院中，连门都没出过。这是温家老管家的证词，白纸黑字，按了手印。你
你什么时候查的？本王今日当众休妻，温景玉交朔王处置，生死与南朝无关。你休了我，你回南朝怎么交代？你就不怕我爹踩你一把？你爹的命还在我手里。你勾结草寇，劫杀官役，按南朝律例当诛九族。你爹虽是朝中重臣，也难逃中连。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大小姐，苏王殿下出发前已将温家上下从别院迁至相府，派重兵保护。您母亲、父亲、姨娘皆安然无恙。他还查清了当年温景玉害您的所有证据，包括前世买通侍女下毒、勾结绿林草户劫杀您的密信。回朝后便公之于众。我欠你2条命，前世一劫，今生休妻。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求你活着。哪怕你恨我入骨，我也不想再看到你死在我面前。太迟了。这是3年前边境截获的密报，你要的绿林草 K 底细全在这里。血藤娘子不是初8才杀进洞房，她是初7就到了杨柳县。初7？你前世死在初8，对吗？初7那日，杨柳巷有一顶空花轿，谢林查过，是绿林贼寇所为。他以为是你命大，没坐上那顶轿子，其实不是，是温景玉雇的血藤娘子。前世绿林草给初8杀进洞房，不是我得罪了他们，是温景玉花钱雇的。他想让你死在洞房之夜，我提前婚期，反倒让他计划落空。我一直以为是你命大，没想到是他自导自演。你既然知道他雇凶杀我，为何还要帮他？为何还要一剑刺穿我的心脏？你知不知道剑锋刺进胸口有多冷？你知不知道我倒在地上看着你转身离开是什么滋味？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何还要我死？你再说一个字，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门。我没有辩解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你恨我，本就理所应当。王爷，边境急报，血藤娘子率绿林主力越过边境，与北原叛军会合。他说的旗号是为温景玉复仇，诛杀朔王妃。温景玉不是失踪，是被血藤娘子劫走的。他们早有结盟。温景玉在血藤娘子手里，原来他当初逃走，根本不是走投无路，是早去找好靠山。你苏王府养出来的好妾，勾结绿林，私通叛军，还想诛杀我的王妃。传令下去，集结军队，准备迎战。我愿率南朝边军从侧翼夹击绿林叛军，换取你对温景安的安全保障。你南朝军队入境，究竟是想合力围剿叛军，还是趁机觊觎我北原疆土？
什么人？王爷，巡边小队在峡谷遇伏，全军覆没。谁干的？唯一幸存者带回的消息，伏击者戴的面具与前世王妃临死前看到的刺客面具一模一样，面具上刻着血色藤蔓纹路。他刺杀谢灵的人，背后有北元势力。你确定？剑法我认得，前世我替谢灵看过军报，誓月剑法，北元已过太子的独门绝学。太子死后，此剑法失传，会用的人只有太子的血脉。前世刺杀谢灵的刺客是北元皇族后人，此事若传出去，会引起两国交战。你所看到的一切，全说出来。温景玉雇绿林草贼杀我，谢灵提前婚期，让他计划落空。我以为他爱我，我以为他娶我是真心。王爷，王都急报，老王病重，几位皇子蠢蠢欲动，有人暗中勾结南朝势力，意图趁王爷在外评判时夺权。四皇子连朝边疆，今夜起事。我必须回王都，平犯的指挥权交给你。我是南朝的温家女，你是朔王妃。王爷将兵符交给一名南朝女子，末将不服。叛军主力在峡谷南侧，他们会等朔王回王都后袭击辎重。左翼伏兵苍狼谷，截断退路；右翼趁夜渡河，烧毁粮草；中路佯装溃败，引叛军进入峡谷。三路合围，天亮前结束战斗。末将领命。末将领命。王妃，有人送来密信。小心朔王，他骗了你。谁的信？血藤娘子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骗了我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血藤娘子，原名沈月堂，北元老王的前朝公主，也是我的青梅竹马。你的青梅竹马？那他为什么要杀我？当年老王篡位，沈月堂流落南朝，他化身绿林盟主，发誓要夺回北元江山。他恨我，更恨你。为什么恨我？因为我娶了你。他认为你抢了他的位置，所以才救走温景玉，联手对付你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沈月堂的目标是你，他认为你抢了他的位置。我本想自己解决，不想让你卷入。你觉得我还能退到哪里去？这玉佩原本是沈月堂的，当年我受命追杀他，却暗中放了他一条生路。玉佩就是那时留下的信物，太后赐给你的那枚是仿品。太后赐我仿品，是为了什么？让沈月堂误以为你是我属意之人。所以我的和亲从头到尾都是太后的算计，她希望我成为沈月堂的靶子，以保护真正的嘉宁公主。我是被推到前台的替身，而你心知肚明。一开始是，但现在不是。有什么区别？一开始我没想过你会活下来，我以为你会在边境撑不过3个月，但你撑过来了。
你比我想象的坚韧，比任何人都坚韧。所以你现在留我，是因为我活下来了？不是，我留你不是因为太后的安排，是因为你是你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和太后的算计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太后的仿品是为了让你替佳宁去死，而我这枚真品是给沈月堂的。告诉他，我欠他一条命，但我要护的人是你。谢令说欠我2条命，你说要护我，可你们都在骗我，都在利用我。景安，我可以解释。不必了，你的解释和谢令的忏悔一样不值一文。这枚仿品是太后算计我的证据，也是你选择沉默的证据。你们每个人都把我当棋子，谢令拿我当替身，温景玉拿我当踏板，太后拿我当靶子，你拿我当护身符。但你们都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棋子是会反噬的。景安，别叫我景安，我不是你的棋子，也不是任何人的棋子。报！沈月堂率绿林精锐夜袭大营。温景安，你不是要助朔王取谢礼性命吗？今天我帮你先把朔王的命收了。郑军，左翼包抄，右翼固守帅帐，违令者斩。是。为个女人连江山都不要了，你也配做肃王？你不过是个替身，太后用你，朔王用你，谢礼也想用你，你活了2世，都在被人利用。不如跟我联手，我们一起推翻这群男人。我拒绝被利用，但我也不会和你同流合污。你杀的无辜之人不比谢烈少。无辜？你以为你前世怎么死的？真是谢烈那一剑？你死前已被下了软金散，下药的人不是温景玉，是谢烈的母亲老肃王。他一直认为你是灾星，借温景玉之手除掉了。谢岭不过是执行者。你说什么？我母亲也参与了？你母亲才是真正的幕后吹手，温景玉只是他手中的刀。原来如此，前世的我死在一场局中局里，你母亲温景玉，每个人都在棋盘上，只有我是棋子。但谢灵，你记住，棋子也有翻身的一天。温景安，你最大的敌人不是谢灵，不是朔王，而是你自己。你活了2世，却从不敢真正为自己活一回。让我进山。你伤势未愈，这是我的账。我护了他2世，助他害死了最不该害的人。今日我要亲手了结。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我知道。你不拦他？拦什么？他欠的，他自己还。禀王妃，谢灵已追上沈月堂与温景玉。说，温景玉跪地求饶，他说一切都是老苏王妃指使，他只是奉命行事。谢丽如何说？谢丽看着他，眼中再无温情。他说：“我护了你2世。”助你害死了这世上最不该害的人。今日，我要用你的血祭他的前世。温景玉临死前大笑，他说：“你杀了我，也换不回温景安的原谅。”谢灵，你的每一剑都刺在你自己身上。我死了，你活着，但你会比死更痛苦。谢灵一剑刺入温景玉心脏，当场气绝。
沈月堂呢？趁乱逃脱，但在山崖边被王爷截住。当年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今日我不能再放你走。但你若肯降，我保你性命。我沈月堂宁死不做亡国奴。你要走？是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但我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南朝。沈月堂说的对，我活了2世，却从没为自己活过。我要去解决我与肃王府的最后恩怨，不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谢磊，是为了我自己。你还会回来吗？也许，但不管回不回来，你记住，我温锦安不再是任何人的妻子。我走的路，我自己选。带着他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北原都是你的退路。谢礼，钱是你欠我的。这一世，我要你用整个肃王府来还。